天要塌了。中国银行体系这回是真扛不住了，财政部直接甩出5000亿现金，绕过央行，硬生生给4大国有银行输血，这操作简直罕见的让人头皮发麻。上一次这么干还是1998年，那会儿国有银行坏账堆成山，财政部不得不出手救火。如今历史重演，可这回的危机远比当年要凶险得多。更离谱的是，连号称低风险的 R1、R2 级银行理财产品都开始亏钱了，这是什么信号？明摆着告诉大家，中国金融这艘大船已经在狂风暴雨中漏水了。别看官方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增强风险抵补能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话听着跟安慰剂似的，治标不治本。5000亿听起来不少，可跟中国银行业那堆积如山的烂账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更扎心的是，央行这回竟然隐身了，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答案不言自明，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已经到了连央行都不敢轻易出手的地步了。3月30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齐刷刷发布了定增公告，财政部豪掷5000亿现金，直接认购这4大国有银行的新发行 A 股股票。具体来看，中国银行拿1650亿，建设银行拿1050亿，邮储银行拿1300亿，财政部认购1175.8亿，交通银行拿1200亿，财政部认购1124.2亿。这手笔不可谓不大，可这钱真能救命吗？业内人士嘴上说着注入金融活水，可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给病入膏肓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拖延时间罢了。为啥这么说？看看数据就明白了。根据银保监会2023年的统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经飙升到3.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 1.83%， 这还是官方美化过的数字。实际呢？业内人士私下透露，很多地方性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坏账率早就突破了 5%， 甚至 10%。4大国有银行虽然家大业大，可也架不住房地产贷款暴雷、地方债压顶这2座大山。根据央行2024年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截至去年末，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高达12.3万亿元，其中至少 20% 已经成了问题资产。地方债就更别提了，隐性债务规模保守估计超过60万亿，银行手里攥着多少定时炸弹，谁心里没数吗？再看这5000亿的救命钱，平均摊到4大银行，每家也就1000多亿。拿中国银行来说，1650亿听起来不少，可它的总资产规模到2024年末已经逼近32万亿元，这点钱连个零头都算不上，更别说这钱还得扣掉发行费用，最后能实打实补到核心一级资本的能有多少？花旗银行的分析师直言不讳，这点资金连填窟窿都不够，更别提支撑未来的业务发展了。官方说，这次定增是为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话不假，可问题出在核心一级资本这东西早就被掏空的差不多了。啥是核心一级资本？说白了，就是银行的命根子，是抗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巴塞尔协议3的要求，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至少得保持在 7% 以上。可实际情况呢？4大国有银行虽然表面上达标，但水分大得惊人。以邮储银行为例，2024年末它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是 9.56%， 看似不错，可别忘了，这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有超过 40% 的贷款都跟房地产和基建项目挂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15%， 销售额更是腰斩了 20%。这些贷款能收回来多少？业内估计，
至少有1/3得打水漂。交通银行也好不到哪去，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24%，可他手里的地方债敞口高达1.8万亿元，一旦地方财政崩盘，这10.24%能剩几分？谁敢打包票？更吓人的是，连一向被视为铁饭碗的银行理财产品都开始亏钱了。中国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10家银行，最近集体下调了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有的甚至跌破2%，跟存款利率几乎没差了。要知道，业绩比较基准只是个预期收益率，实际到手的钱可能更少。彭博社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3季度，全国范围内 R1、R2 级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跌到了1.8%，而且有超过30%的产品出现了亏损。这可是连保本都不敢喊的时代了。为啥会这样？答案很简单，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得太厉害了。根据银保监会2024年的报告，全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跌到1.6%，创下历史新低。啥叫净息差？就是银行靠放贷赚的钱减去付给储户的利息，剩的那点利润。现在这点利润连运营成本都盖不住，更别提拿来填坏账窟窿了。流动性压力就更不用说了。2024年，全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一度飙升到4.5%，比去年同期高了1倍。这说明啥？银行之间都不敢随便借钱了，大家都怕对方还不上。这回财政部直接跳出来救场，5000亿特别国债砸下去，摆明了是把银行危机当成了国家大事。可这事儿细想起来，透着一股诡异。你说央行呢？按理说，银行缺钱，央行该降准降息，放水救市才对。可这回央行愣是一声不吭，连个表态都没有。这不正常，太不正常了。业内人士分析，央行隐身背后有2大原因。第一，钱不够用了。2024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总资产规模38万亿元，可流动资产只有不到10万亿，大部分都被地方债和房地产贷款绑架了。降准，再降就得把准备金率看到5%以下，那等于自废武功。降息，基准利率已经低到1.5%，再降就成负利率了，储户还不全跑光。第二，央行不敢动，因为银行危机已经不是单纯的流动性问题，而是系统性风险。放水只会让泡沫更大，等炸的时候更惨。再看看财政部这5000亿的来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说了，要发特别国债支持国有银行，可这钱哪来的？还不是从老百姓兜里掏出来的。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财政赤字率已经飙到4.2%，创下近20年新高。地方财政就更惨了，卖地收入同比暴跌35%，好多城市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下了。现在再掏5000亿救银行，这不等于拿全国人民的血汗钱去填银行的窟窿吗？银行一倒，苦的可不只是股东和员工，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不了。2024年，全国存款总额突破300万亿元，可银行理财产品却亏得一塌糊涂。根据中国理财网的统计，截至今年9月，全国银行理财产品总规模27万亿元，其中亏损的产品占比高达15%，涉及资金超过4万亿。这4万亿里有多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血汗钱？想想都让人冒冷汗。更要命的是，银行危机还拖累了就业。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银行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450万，间接带动就业超过2000万。可现在银行日子不好过，裁员潮已经开始了。光是2024年上半年，
国有大行就裁掉了5万多个岗位，中小银行更惨，有的直接关门大吉。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城镇失业率已经升到 6.1%， 要是银行再崩一批，这数字还不得窜到 10% 去。还有企业呢，银行不放贷，中小企业就得渴死。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下降了 12%， 已经有超过 30% 的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这 30% 里有多少是制造业，多少是服务业，谁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波寒潮才刚开始。5000亿救命钱砸下去，能撑多久？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给出了个悲观的预测，最多1年。因为银行的窟窿不是5000亿能填平的，房地产和地方债这2颗核弹随时可能引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报告更扎心，中国银行业的潜在损失可能高达8万亿元，这5000亿连个零头都不够。更讽刺的是，官方还在喊高质量发展，可这高在哪？质量在哪？银行连 R1、R2 理财都保不住，储户的钱都拿去填窟窿了，这叫高质量发展。老百姓苦不堪言，企业倒闭如潮，银行摇摇欲坠，这场景怎么看都像是大厦将倾啊！说到底，中国金融这艘船已经在暴风雨里飘摇太久了。财政部硬着头皮上，央行缩着不敢动，这不过是拖时间的把戏。可时间能拖多久？等到房地产彻底崩盘，地方债全面违约那天，5000亿算个啥？到时候别说银行，连整个经济都得跟着一起玩完。